00后再次上演赛段逆袭，移动之星小将罗密欧突围制胜，虽然没有朱丽叶啊，但是依旧拿下赛段胜利。彪哥在最有机会的赛段下依旧是颗粒无收。那公路车赛场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已经慢慢进行了年龄更新，越来越多的00后涌现进赛场。你像艾菲，你像阿尤索啊，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00后选手。那博加查和温格高啊，都快属于再过2年啊都是老登了。那黄多菲尼的第3赛段207公里爬升3000米啊，赛段最后40公里都是爬升，并且还附加了一处3级坡的爬坡，所以说今天这个赛段更加适合单人赛车手，基本上是本次黄多菲尼中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彪哥的赛段。但是今天你能不能拿下，还得看欧贝清的战术选择。那进入今天比赛最后的60公里，此时距离结束10公里左右的下坡之后啊，赛段就只剩下最后一处3级坡的组合爬升，并且今天的突围车手阵容算是空前的强大，13名突围车手组成了突围集团，绿山的范德普尔、捷克的艾迪邓巴、博拉的利波维兹、喜德胜的特哈达等车手啊都在其中。集团的差距此时在1分半左右，整体来看啊，人数够多，车手够猛，如果能够持续的突围下去，保持优势，拿下这个赛段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毕竟很少说一个突围集团中有5-6名能直接介入比赛的车手。那比赛的追击呢，其实一直僵持到最后20公里，此时车手们即将进入最后一处3级坡的爬坡，1.2公里的全长，平均坡度在9.5，非常具有单日赛的味道，筛选性是很强的。那进入爬升之后，突围集团直接图雄毕现，那博拉的利波维兹、崔克的伯纳德、喜德胜的特哈达3人直接选择加速前拉，13人的突围集团瞬间瓦解。那范德普尔也被甩在了身后，并且后方的黄人集团也一样，米兰也是没办法顶住优一在前方的加速追击，那也掉队了。那对于崔克来说，前方持续突围的贝纳德是今天很成功的一次战术尝试，而后方掉队的米兰在后续的追击中如果能追上，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保险，只不过就得看优一和威斯马快步这些车队今天在最后缓上坡的一些想法。那16.6公里爬坡刚刚结束，利波维兹、特哈德、伯纳德、莱克内松德4人组成了第一集团，彪哥等车手在后方追击。那此时第一集团中的利波维兹等人也不会这么简单的就被后方这几个车手追上嘛，也在不停的尝试加速去轮换，看看能不能将突围车手就控制在4个人，最好是将范德普尔这个冲刺能力算是比较出众的车手甩掉。那集团的拉锯呢是一直在持续和僵持，但是好消息是后方的大集团的差距依旧是在1分半左右，几乎威胁不到前方的突围车手。那3公里过后，前方的喜德胜的特哈达主动加速尝试，看能不能拉开一些集团的差距，而后方的范德普尔、巴雷啊等人啊此刻也追上了前方的追击集团，第一集团变为了6人。从此刻的时间差距来看，今天的冠军就在前方这些车手中产生。但是同样，当突围车手人数多的时候啊，车手们之间就会出现一种多个和尚挑水喝的传统困境，没人再愿意多出力的去挑水。比赛最后的10公里，10人突围车手就因为这样的环境产生迅速的汇合，配合的困境还在持续，是时候考验的就是车手们对于战术此刻的执行。那彪哥也懂现在的局面，直接选择在平路干拉一波进攻先看一下其他后方车手的什么想法。显然现在的局面来说是需要无数次进攻去破解的，彪哥这一次进攻只能说是拉开序幕。92公里，喜德胜的特哈达再次借助爬坡进攻，集团仍然是只有追击没有后续。最后移动之星的罗密欧选择了第一次的尝试，由于朱丽叶今儿没来，罗密欧的进攻并不持久，最后被利波维兹带队追上，10名突围车手还在互相僵持。6.6公里，博拉的利波维兹再次的加速，但是没有陡坡的帮助利波维兹是很难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相对5.8公里，移动之星的罗密欧再一次的平路突围进攻，这一点很重要。利波维兹其实第一时间呢已经左拉去跟随了，范德普尔也有回应，但是并没有2人第一时间的组合追上前面的罗密欧。随后集团内崔克的伯纳德放弃相持，选择去追击，害怕几人内耗会将罗密欧越放越远。但此时各位，罗密欧已经拿下了15秒，是一个不小的时间差距。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后方的9人继续纠结谁去追的话，没人继续轮换互相的盯防，那么时间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2.9公里，彪哥顶在前方去加速追击，博拉利波维兹再一次的尝试进攻试探，其他的车手都在是追上之后不停的向后看，都在等别人追当时我看比赛的时候给我看了一脑瓜子的汗太着急了，但是始终没有人去追击，那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后的2公里节点，英力士的阿克塞尔从尾部快速的进攻，这波进攻其实很有希望走掉，身后的贝纳德在他身后跟随，但是最后伯纳德是不愿意和他出力配合去走掉了，所以说机会完全的丧失。此时后方集团可以宣布比赛已经正式结束了，没办法，这个就是传统的和尚挑水困境，你只要想让别人出力，那么注定你是走不掉的。最后的1.2公里，移动之星的罗密欧离终点越来越近，
集团中的利波维兹、巴雷、特哈德等人3人再次的进攻，但是此时我们都知道为时已晚。移动之星的21岁小将罗密欧通过2次的进攻试探，单飞的走掉，拿下了赛段胜利，并且可以穿上黄衫。喜德城的特哈德在最后的3人小集团中冲刺拿下了第2，也算是拿了一点小积分。巴雷是拿下了第3，这就是对于比赛中场上情况观察的重要性。我们其实看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了一旦陷入脱衣车手最后的轮换困局中，你只能通过个人对于自己体力以及场上局势的了解你只要突围到底就没问题。你只要一旦想找人配合，那高低你是走不了了。一旦你走掉之后比赛的胜率会非常的高，因为后面那几位老哥会直接开始互相的内耗追击，使得突围车手他的胜率越来越大。这就是比赛中对于选手人性的利用。那第4赛段结束之后，移动之星的小将罗密欧拿下了赛段的冠军。赛段结束之后，由于突围车手夺冠总成绩其实来了一波比较大的变化。那移动之星的罗密欧一个赛段拿到了黄衫、白衫双衫加身，总成绩第1，第2是巴雷，第3是特哈达，第4是利波维兹，第5是范德普尔。而波加查这些车手已经来到总成绩第9，差距1分06。温格高已经来到了第11，掉出了前10。艾菲直接干到了第13名，但是总成绩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都在1分20秒之内。领旗衫暂时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各位，6月11日环多菲涅第4赛段 17.4 公里爬升214的个人计时赛即将开始，看看艾菲能不能在这个赛段拿下一些时间的优势。记得关注鱼，不错过后续精彩赛事解读。